好，新浪娱乐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谭松韵。第二次再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尝试着去看了一下剧本，然后看完的时候呢，我就记得我的生理反应就是抖，我就在抖，就有点激动。然后当时那晚上我就没睡好觉，因为第二天，其实我之前一直还在抵触，我就说除了自己的经历以外，我说形象也好，再去演高中生哈，全程高中生那么大篇幅会不会不好？会不会现在没有那样的状态了？我说就是一定要约着制片人和导演见一见，看看。然后我的心里默默想，我希望他们说，你现在演不了了，别演了。其实还是害怕的，但是我就想，我为什么又会激动呢？我的身体为什么在做出这样的一种举动？还是有一种想要去的欲望的，但是我又分不清楚。然后那天晚上半夜起来，我就去厕所待了一会儿，我就想要不要现在打电话跟他们说就算了。反正纠结了半天，然后我经纪人说已经约好了，你不能临时爽约。我说行吧，那就去吧。其实我还是害怕的一点是，我怕如果我去了，完全的去面对这个事情，我会不会不仅完成不好电影，还对我个人会造成更大的伤害。那如果我可以完成这个电影，就说明我过了这一关了，我可以很好很坦然的去面对这个事情了。去到那里以后，见到了领导们哈，首先他们给我的感觉就很有安全感。我就觉得这个剧组首先在安全感方面我是很放心的。最后聊下来，反正感觉上就是感觉，全靠感觉去就说好。他那个剧本里面有很多东西一模一样，太像了。包括我在剧里所有的这个什么哭戏呀什么的，其实我自己反而没有像电影里哭的这么惨过，它反而释放了我自己的一些东西，有疗愈到自己。就是希望大家看完也不仅疗愈自己，也让他们更懂得珍惜。因为跟妮儿姐我们是拍到后面有一次我们喝酒了，然后就开始掏心窝。她会跟我聊聊她的女儿，然后我也会跟她聊聊我的故事。反正我也很喜欢她，她也很喜欢我。我们拍的过程当中有欢笑，有泪水，我就特别开心，然后还特别荣幸跟哥哥姐姐这两位哥哥姐姐一起演戏。他的变化挺大的，其实跟可乐有很大的关系。他第一次经历生死，是他的父亲离开，他冲击力非常大，他没有理智，他没有理性去判断这那，他只知道我要留住我的父亲。然而是妈妈好像是没有让他留到最后的最后。可是当他的慢慢有了可乐来治愈这个时间的过程，他也自己说了我要去考医，我想知道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当他有了一些专业知识，到了他那么爱陪伴他那么一生的这个狗狗要离开的那一天，得重病的那一天，他就知道理解妈妈了，也理解躺在那个病床上的人了。他就选择不让你更痛苦，就签了那个字。他也知道妈妈的为难，刚开始会觉得很难，会以为很难，拍下来好玩啊。就不管哪一次哪怕他这次可能没做到位，你都不会觉得那会儿哎呀，就是都是一个很嗨的状态。您自己喜欢狗狗吗？喜欢，考虑养一个。我自己有狗狗。这个电影里的狗狗是不是也是比较专业的演员？绝对演员狗，奥斯卡狗。奥斯卡狗。哇，那演技，我们这里头狗狗的镜头没有一个是特效的，全是他自己演的。很多行动路线，很多眼神，很多动作，他都自己做。
他们都太棒了，爱得很。只要不拍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玩儿。钟可乐是跟我时间最长的，他最喜欢玩拔河。那是我也是看剧本的一个大泪点，看一次哭一次。然后拍的时候也是，随便怎么那个情绪都能来，太打动人了。但是那个特别逗的是，怀君他要跟可乐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对他的。”就类似于这样的话以后，但是小七有时候在他没那么配合的情况下，这边逗他，嘿，我会好好对他，就是会很好玩。当时我特别怕，就是他在后台来见我化妆间，我们有一个拥抱有要点头的戏，我就怕我的情绪被打断。但是拍我的时候，断过1、2次，但是是因为他站不住了，他身体站不住了。很快也是很顺利的就拍下来，甚至你就觉得他在你面前就特别直勾勾的盯着你的时候，你只要一想到那是李博宇的，可能是那个感觉，哇，一下就会憋不住。也很辛苦小七那场戏。哎，有，我们家喵喵，那会儿我刚养它的时候，看它眼睛，我说怎么感觉有点像我外公啊？我说好像我外公的那种慈眉善目啊，很老实的样子。但谁也说不准是真是假，对不对？相遇就是缘分。我养它第1天，我就开始给自己灌输这个念头，心理建设。而且我相信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再怎么建设，它真正要离开那一天，我肯定还是会受不了。但是也没有办法，这就是他的一生。再见也是再一次见面，这也是我们这个片子的主题，不管是人与人还是人与动物，就是离别这个议题很难，但是你必须得去面对它。我看见了那个下面评论都是什么？自己说不能，观众导演能。首先，其实我挺开心的，就是感谢大家的认可和厚爱。但是我也怕你们审美疲劳，到时候演多了也来骂我，所以就算了。就是现在可能也不是完全排斥演学生，就是希望有一个更完整一点的、更丰富一点的角色，就不仅仅是学生，他可以是从学生到工作，到成家，但如果是只是一个学生年龄阶段的戏，我觉得有太多比我合适的人了。会想说，我某一天想演一个成熟感强一点的角色。我觉得也不影响，就是娃娃脸也不影响。还是顺其自然，还是顺其自然。这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啊。虽然有很多的不得已，但是这个不得已，我觉得它就是存在。你就必须要去接受它，只是这个接受你要怎么样去消化。像我就觉得，在就是也是可乐说的，想再见的人终会再见。我始终就是有一个地方来保存这些东西，并且它并不会影响到说我会更努力的去生活，我要更好的去生活。